当杨子哭了，李现没有按剧本走，全网都破防了。他默默守护多年，这段情比戏更真。命运的交叉点。那天的片场，灯光还没完全亮，空气里弥漫着一点寒意。杨子穿着一袭淡粉色的唐装，坐在监视器旁边，安静地看着剧本。他的头发被梳得很紧，额前几缕碎发垂下来，遮住了他略微发红的眼角。李现推开门走进来，没有多余的寒暄，只是那一眼，时间像被掐断了。两个人对视了不到3秒，却像是互相看见了过去几年的全部。这是他们第2次合作，却比第1次更陌生。那种陌生不是疏离，而是一种重新认识的距离感。导演喊了开机，两人默契地站到标记点上。第1场戏本来有7页台词，但他们几乎没有 NG， 一气呵成。台词没说完，情绪已经溢出来。有人说那天的空气都带着电，也有人说他们的对视比任何爱情片都更真。原来爱情也可以这样温柔。那句让全网破防的台词来自李现饰演的蒋长阳，原来爱情也可以这样温柔。那一刻，杨子的泪是突如其来的。他没有按照剧本要求的节奏落泪，而是被那句话彻底击中了。那不是角色的泪，而是演员心底对爱情、对理解的一种本能回应。拍完那一幕后，全场安静到只能听到灯光的嗡鸣声。灯光师悄悄抹眼角，导演也沉默了几秒。我们拍到了真正的爱。导演低声说。这句话后来传遍了网络，成为无数短视频剪辑的背景台词。网友留言，那不是演的，是活出来的情感。有人甚至说，这一幕让他们重新相信爱情还可以那么柔软。从剧本到灵魂。杨子接到这部戏的剧本时，没有犹豫。他说，我想演一个失败过、离过婚，还敢重新开始的女人。他饰演的贺芙蓉不是完美的，她脆弱、犹豫、害怕被爱，但仍想拥抱生活。那种从灰烬里站起来的勇气，杨子说，是他最想传递给观众的力量。李现则被蒋长阳这个角色打动，一个懂得等待、克制却深情的男人。他跟导演说，我不想演出一个完美的情人，我想演一个普通人，他笨拙却真诚。两人都没有靠爆发力取胜，而是用细微的表情、呼吸、眼神去构建人物。一个微笑，一次停顿，观众就能感受到故事的呼吸。戏里戏外的默契。有记者问他们是不是假戏真做，杨子笑了，我们只是太认真了。李现只是低头说了一句，他哭的时候，我是真的心疼。这句话后来被写进了无数评论区。在片场，他们几乎不用言语交流，只要一个眼神，对方就能知道对戏的节奏。有一次拍夜雨戏，气温很低，杨子摔倒在泥地里，导演喊停，但李现冲过去扶他，没有看镜头，也没有等场务。那一幕后来被剪进了正片。导演笑说，有时候最真的瞬间不是排练的，而是他们自己给的。幕后的真相。为了拍出唐代的质感，剧组用了半年准备，从布景、香料、灯具到服饰，每一个细节都反复考证。杨子每天早上5点到化妆间，要花3个小时化妆、盘发。他说，有时候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都觉得他真的是那个时代的人。李现则跟着武术指导练剑2个月，手上的茧一层层磨破，他没叫苦。有人说他们太拼，但他们知道，只有真实，观众才会信。正是这种拼命，让他们的表演超越了剧本的界限。不只是爱情，更是成长。这部剧看似讲爱情，其实更像是一场自我成长的旅程。杨子说，贺芙蓉不是在找爱情，她在找自己。李现说，蒋长阳最大的温柔，就是尊重他的选择。他们之间没有戏剧化的爆发，没有刻意的浪漫，更多的是默默的陪伴，在雨夜，在灯下，在不被理解的时刻。爱情最难得的地方，不是拥有，而是理解。真正的温柔是放下控制，让彼此自由。成功的背后。剧播出后，数据一路飙升，上线3天播放量破亿，
话题词屡次登顶。但杨紫在后台对李现说，红不重要，留下的才重要。李现点点头，我们拍的不是热度，是时间能留下的东西。他们都明白，热度会散，但真诚会留。这一刻，他们不只是演员，更像是两个用作品彼此致敬的同行者。一场颁奖礼的意外温情。那年冬天的颁奖典礼，国色芳华获得年度优秀电视剧奖。杨紫上台领奖时，声音有点颤。她感谢了导演、编剧，最后转身看向李现。谢谢你，让我相信演员之间也可以有纯粹的信任。李现笑着点头，没有多说。那一个笑容，比任何告白都更动人。有观众说，那一刻他眼里有光，而他眼里有他。舆论与现实。随着热度的上升，留言也跟着来。有人说他们炒作，也有人说他们暧昧。杨紫面对采访时只是淡淡的说，我们只是把角色活出来了。李现没有回应，只在社交平台发了一张剧照，配文，信念感是演员的底线。他们都明白，越真实的东西越容易被误解。但他们选择了沉默，因为懂的人自然懂。从演员到信念。这部戏之后，杨紫不再只是流量小花，她成了能让角色活起来的演员。李现也因为这个角色摆脱了硬汉形象，展现出一种极致的温柔。有人问他们最大的收获是什么？杨紫说，我学会了不害怕哭。李现说，我学会了不着急表达。他们在角色中成长，也在成长中学会了理解人性。海外的热度。没人想到，这部带着东方审美的剧会在海外爆红。韩国、泰国、马来西亚观众纷纷留言，他们的眼神比对白更有力量。有外国网友说，我开始学习中国刺绣，因为被剧里的温柔打动。这不只是影视剧的传播，更是一种文化的共鸣。有人写道，他们演的不只是爱情，而是东方人含蓄的情感哲学。重逢不只是荧幕。拍完戏后，两人各自进入新的项目。几个月后，一档综艺邀请他们同台。主持人问，还会再合作吗？杨紫笑着说，要看剧本。李现接着说，他愿意，我随时。台下掌声雷动，观众弹幕刷满屏，他们是真的懂彼此。那一刻，没有剧本，没有台词，只有两个曾经一起哭、一起笑过的灵魂。爱与坚持的终章。国色芳华的故事结束了，但杨紫与李现的故事还在继续。他们都在前行，都在用不同的角色讲述相似的信念：真诚、热爱、尊重。有人说，荧幕前的他们是演员，荧幕后是彼此的知己。也有人说，这段情比戏更真。或许他们自己都不会去解释，因为有些感情不需要定义。就像李现说的那句话，有时候不说比说更深。而杨紫也用行动告诉大家，一个演员最打动人的不是哭戏的技巧，而是真实的心。所以当他哭了，而他没有按剧本走，全网破防，不是因为戏太真，而是因为他们太真。那种真不只属于角色，也属于生活。致观众的话，感谢每一位看到这里的你。如果这段故事，这些情感让你有所触动，请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想法。你的每一句留言都是演员与创作者继续前行的力量。别忘了订阅频道，我们会带来更多真实、有温度、有信念的故事。因为好故事值得被听见。